师傅，何事？外面来了一位东山寺的梵真和尚，他说他是住持隐空派他来求法的。哦，东山寺的梵真和尚，他现在何处？弟子已经安排他在厢房住下了。今日天色太晚，明日老衲定当亲自前往拜会。是，弟子告退。六祖大师，大事不妙啊！那东山寺的僧众追你追到法性寺来了。大师莫慌，来，进屋说。好。长老方才所说，东山寺的僧众追杀我到法性寺，是何所为？今有弟子来禀报，说东山寺的住持隐空派了一个叫梵真的师傅前来法性寺与贫僧探讨佛理，恐怕探讨是假，害大师是真，这如何是好啊？印宗长老，可曾见过那个梵真？贫僧已经安排他歇息了，一听说是东山寺派来的，便急忙赶来，向大师知会一声。长老，多虑了。那个梵真，如果真是来谋害于我，他便不会告诉你来此的真正目的。再说了，东山寺的住持隐空，他与我相交甚好，他派梵真前来，定然是来学习佛法的。长老，安心便是了。大师所言极是，明日我便去会一会这位梵真师傅。请喝茶。阿弥陀佛，东山寺梵真拜见印宗大师。梵真师傅不必如此多礼，快快请坐。听说梵真师傅是隐空住持派来的，贫僧何德何能，让隐空住持如此看重啊？印宗大师有所不知啊，我东山佛法虽为北门宗法，然佛法无南北之分。况且隐空住持也是南方之人，如今长老的名声贯穿南北，隐空住持想亲自前往拜会，无奈日理万机，无暇他顾，故派贫僧前来拜会，还望印宗大师不要见怪才是啊。隐空住持言之有理，贫僧怎会怪罪？请进。六祖，何事啊？回禀六祖，住持让我告诉您，梵真和尚果真是来求法的。知道了，下去吧。是。梵真师傅真是道法高深呐！若他日有机缘，老衲定要拜会隐空住持。想必隐空住持也是世外高人呐。长老谬赞了。贫僧与长老比相差甚远，隐空住持倒是一位难得的高僧，要不是寺中事务繁忙，他定然会亲自来拜访大师您的。阿弥陀佛，真是佛法无边呐！
隐空住持能无南北差异修佛，真是难得啊。长老，听闻贵寺来了一位高僧，可否为贫僧引荐？贫僧也想一睹高僧的风采。哦，今日恐怕天色已晚，高僧已歇下，他日有缘再为你引荐吧。既然如此，那便不必打扰了。那改日再见吧。反真师傅，天色已晚，老衲就不便打扰太久，你早点歇息。阿弥陀佛。长老慢走。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僧，竟能让印宗长老如此礼遇？今夜定然要探个究竟。阿弥陀佛，梵真师兄，别来无恙啊！你这獦獠居然没死，还不赶快把祖师的衣钵袈裟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你本无意取我性命，亦不过是为了衣钵和袈裟。试问，你要衣钵袈裟究竟有何用啊？当然是弘我东山法门。我并非不愿将衣钵交于你们。只是师父在临终前嘱托于我，此衣钵不可外传，而且要我凭此物将它南传。即便你杀了我，我也不会将衣钵交于你。芦荟脑，为了这衣钵，你连命都不要了，竟然是为了我东山法门南扬。如果你真的能将我东山法门弘扬光大，那我取这衣钵，岂不成了东山寺的罪人？其实，这些年，每当午夜梦回之际，我常常梦到你来向我索命。今天见到你安然无恙，我竟然有一种释然。阿弥陀佛，也许佛祖保佑你度过此劫，天意如此，必将大任于你。阿弥陀佛，天意如此，就当我从来没见过你。梵真告辞。阿弥陀佛。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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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师傅，师傅，师傅，何事慌张啊？梵真师傅昨夜不告而别了。不告而别为何？弟子不知。随我去看看。好。阿弥陀佛，请原谅弟子之前的罪孽，好在大错并未铸成，弟子一定潜心悔过，善哉善哉。糟了，莫非发现了不成？不行，我要去禀报六祖。六祖大师，那梵真连夜赶回了东山寺，
难道他发现了大师的踪迹不成？大师难道不担心东山寺的弟子再来抢衣钵？东山寺的弟子们抢衣钵，不过也是为了弘扬东山法门。我若是能将师父的遗愿完成，把东山寺法门发扬光大，弟子们岂有理由再来追杀我？与其担心他们追杀我，不如我们潜心修佛，将东山法门弘扬，让弟子们都心服口服，何必再惧怕他们？大师所言极是，弟子鲁莽了。师父，弟子听闻，最近有高僧将在戒坛受戒。为其受戒的，是分别来自于西京的智光律师、苏州的慧净律师、荆州的道应律师，还有中天的齐多罗律师，和西国的密多三藏5位高僧。不知道这位高僧有何德何能，能请来这5位大师？师父如今深受皇上器重，多次被召入宫为皇上说法，如此荣宠，难道还有什么人比师父您更加道法高深的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南方若能出得如此高僧，也算是我佛门幸事。师父，此和尚明明是要抢去您的风头嘛！阿弥陀佛。佛说众生平等，他人也是学佛之人。为师能悟得无上禅道，他人也自然能悟道。还望各位莫要羡慕他人，应当自省、静坐、潜心深思，以此来渐渐领悟。有朝一日，你们也定然会成为普度众生的一代大师。是师父。西京慈智光律师为受戒和尚，苏州灵光寺慧净律师为结魔舍离，荆州天皇寺道应律师为教授舍离，中天竺齐多罗律师为说戒师，西国密多三藏为正戒师。贫僧为你讲解3句十戒。求戒行人礼拜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得戒和尚，礼拜文殊菩萨为结魔阿舍离。师弟，为何这几日总是神情恍惚啊？弟子失态，请主持宽恕。自从你自法性寺回来，便是如此。莫不是在法性寺遇到了什么困难？主持多虑了，弟子并未遇到什么困难，
只是今日身体疲劳，休息1、2日便好。既然如此，你便回去好好歇息。这几天不必来大殿听经了，等身子好了再说。多谢主持。贫僧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众位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得禅门顿教之法。教乃先圣所传，并非慧能自制。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佛性犹如太阳，罪障犹如乌云。超越一切形式的无相忏悔，犹如疾风吹去聚集的乌云一般。每个人如能起忏悔之心，行忏悔之举，便能破除一切杀戮、贪念、罪恶，去恶扬善，便是忏悔之道。若是人人能起忏悔之心，便会世间太平，天下的百姓也会安居乐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无所住乃是定，而生其心乃是慧。禅门的顿悟思想与《金刚经》义理有着密切关联，可度一切机缘成熟之众生。汝等要时刻牢记才是。弟子遵命。阿弥陀佛。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但口说空，万劫不得见其性，终无所益。口念而心不行，则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日后众位若是有什么疑问需要解答，尽可以找贫僧。贫僧在曹溪宝林寺等候各位前来解疑。六祖大师在我法性寺开坛讲经1年多来，南海百姓深得六祖大师的教化，来参拜六祖大师的百姓也是络绎不绝。六祖大师真是功德无量啊！哪里，多谢长老。承蒙长老对我的知遇之恩，慧能感激不尽。六祖大师肯在法性寺落发，是法性寺莫大的荣耀。想来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已到了大师约定的返回曹溪之时日。恳请大师让我及弟子护送大师至曹溪。阿弥陀佛。多谢印宗长老。二弟，哎呀，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哎呀，自从接到印宗大师的书信以后，我可是时时刻刻都在盼着你回来呀，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呀。大哥，放心吧，此番前来定会留在此处，好好弘扬佛法。哎呀，我这光顾高兴了，竟忘了你是六祖了。哎，六祖在上，受我一拜。别，大哥请起，各位快请起，快请起！你们这不是折煞贫僧了吗？想当年，慧能落难之时，来到曹溪村，多亏了父老乡亲们不嫌弃我，对我的收留和帮助，慧能真是感激不尽的。六祖，我们全体曹溪村民都在盼着你开坛讲法呢。
阿弥陀佛。师傅放心吧，待我入住宝林寺之后，一定好好弘扬佛法。弟子印宗恭送六祖大师入住宝林禅寺。请。贫僧总算是功德圆满，将六祖大师安全送回宝林寺。明日贫僧便要离开了。若非印宗长老身兼普渡天下之事，我定要刘长老在我这宝林寺多留几日。来日方长，总会有再见之时。想必那时，六祖大师已是法弘天下，名震南北，贫僧恐怕是望尘莫及呀。印宗长老言重了。修佛之人，名利身外之物。你我只需行好本分，一心弘法，普渡天下。六祖真不愧是佛门一代宗师。弟子定以六祖为表率，将佛法弘扬天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三弟啊，你看谁来了？二弟过来看你来了。二弟现在剃度了，成为了真正的高僧，荣享六祖美誉。能有你们这两位兄弟，是大哥这辈子、一辈子的骄傲。阿弥陀佛。三弟，今日我之功德，便是你之功德。日后你我二人同心合力，将我东山的佛法弘扬天下，救百姓于疾苦，化天下干戈为玉帛。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师父，邵州刺史韦大人前来拜会。先将他引至禅房休息片刻。我为众弟子们讲完经礼，随后便去。是，师父。韦大人啊，请在禅房稍等片刻，住持为众弟子讲完经，便会前来。大胆和尚，居然敢让我家大人等他，岂有此理！哎，不得无礼。六祖乃世外高僧，他如此看重佛门道法，我们理应尊重他。小师傅，我们等他便是。既然如此，小僧就先退下了。师父，韦大人他……阿弥陀佛，经法要义不可阻断。尔等诵完经文，莫要再多言。大人，这和尚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居然敢怠慢大人，我看他根本就没有把大人您放在眼里。六祖乃得道高僧，岂会如我等凡人一般攀龙附凤？您且稍安勿躁，再稍等片刻就是。大人，我们已经等了快1个上午了，您如此有诚意，那和尚却没有半分待客之道啊！六祖若真无待客之道，又岂会将你我二人迎入这禅房等候？这……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韦大人在此久等，贫僧着实过意不去。哼，你是故意的吧？哎，不得无礼，还不退下！是大人。贫僧方才为众弟子们诵经，得罪之处，望大人多多包涵。哎，大事严重了，你乃一心普度众生，我就算是在此等上一天，也是无妨啊。韦大人果然是开明之人啊！无碍，请。请。弟子听说，达摩祖师当年化导梁武帝时，说他一生中建造寺庙，赤度僧人，不施财物，广设斋会，并无功德可言。弟子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希望大师能为我解说。实无功德可言，莫要怀疑先生的话。梁武帝心存邪见，并未见法性真谛，修建寺庙，赤度僧人，布施设斋，只是在求天人的福报。此福报并非功德，因为功德本身就在法身之中，并非在修福的事项之上。能认识自性便是功，能等视一切众生便是德，能够常见自性便是功德。所以功德与福报是不同的。梁武帝未能识得真理，未能切入，故而先生所言非虚。弟子常见，一般出家或在家的人，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大师解说，这样的修行是否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希望大师能为我破除心中的疑惑。哦，昔日我曾为一人解说过同样问题，请您用心听，再次为您解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城中宣说西方接引的经文，上面很清楚地指出了西方净土其实并不遥远。若依相上说，西方净土离娑婆世界有108000里，这108000里其实就代表众生的10恶八邪。因为10恶八邪的障碍，所以西方净土很遥远。若说西方净土很遥远，是为根性下劣的那些一般人随相而说；若说西方净土很近，是为根性锐利的上智人随性而说。人的根性有利和钝之分，但悟性、佛法并没有任何两样。执迷的人要念佛求生到西方净土，而觉悟的人自身便有清净。所以佛说，只要你内心清净，自然佛土也会清净。我们只要能使心清净，就没有罪业。如果反过来说，即使是心不清净，一样是有罪业。东方人造了罪业，便会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若说西方人造了罪业，又会念佛求生到哪个国度呢？凡夫愚人不能够了悟自性，不能够认清自己自有净土，所以发愿到西方或者是东方。而有觉悟的人自会了解自身自有净土，所以佛说随身所住自有佛性。下官似有所悟。只要心善，我们离西方极乐世界并不遥远。若是心不善的话，即便是念经求佛也难以到达。首先要去除10恶，就等于行走了10万里路；再除去8邪，就等于又走了8000里路，便能够常见自己本性，使自己的行为平坦正直，便可到达西方净土，就能见到阿弥陀佛了。只要你能够常行十善，又何须念经求往生呢？如果不断除10恶8邪的心，如何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能了悟无生无灭的顿悟法门，要见西方净土，只在刹那之间。若是不能了悟，念佛求愿往生，又有何用呢？大师所言极是，下官受教了。只是下官又要如何修行呢？愿大师指点。我为大人说一首无相颂，只要能常按此机修行，就如同经常和贫僧在一处。心地平等，何须烦恼？
行为正直，哪里还用修禅？知道报恩，便可以孝养父母；明白义理，便可以上下相连；懂得谦让，便知道尊卑和睦；能够忍辱，便可以制止众恶；若能够钻木取火般勤修，便可以出污泥般生出红莲；若依此计修行，便可见着真性，便可成就佛道。时间不等人的。六祖真乃圣僧，恳请大师移驾大梵寺说法。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是贫僧的职责所在，善哉善哉。谢大师。大人请。请。若是一念不觉悟，佛也会成为众生；而一念觉悟时，众生就都是佛。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在宇宙的万法都源自于内心。若能识得自心，识得真性，便可以成为佛道。而菩萨戒经说，人的自性本来是清净无染的，若能识得自心，也就可以成就佛道。而维摩诘经也说过，若能当下豁然开朗，便反见自己的本心，用智能观照，便可以里外光明澄澈，认识自己本来的真心。如果能认识到自己原来的真心，便可以得到解脱，至于般若正定。般若正定就是一念不生，也就是对于所见所知一切诸法心不染着。这个一念不生应用时能够遍及到一切处，却又不至于一切处。只要清净本心，使六识出六根门头，于六尘境中做到不起丝毫杂染妄念，出入来去自由自在，畅通自如，运用万端，无滞无碍。这就是般若三昧，或是叫做自在解脱。这就叫做无念行。如果一味的执着，什么都不去思考，当时心念断绝，这就是法富，也叫做边见。我有一首无相颂，希望大家平时都用心去记诵，无论在家或者是出家，只要依照这首无相颂去修行就好。如果不能自己修行，只是记诵我的话，也是没什么益处的。请大家听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真乃神人，我岭南竟然有如此活佛出世，善哉，善哉啊！阿弥陀佛。参见女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神秀法师，免礼，请坐。多谢女皇陛下。朕这些天经法师指点，略有所开悟。神秀法师乃我佛门高僧，朕欲赐法师为国师，为百姓广度佛法。不知你愿不愿意为朕完成这一无量功德呀？阿弥陀佛，普度众生，救济天下，乃贫僧毕生的愿望。
至于这高僧，我实在愧不敢当。说来，还有比你的道法更高深的人吗？他是谁呀？不如将他一同请进宫来，一同奉为国师，好不好啊？女皇陛下真是惜才，此人正是我的师弟慧能大师。慧能师弟曾密授五祖弘忍大师衣钵，他的道行比我高深。近日听闻他在岭南一带弘法，他义理精妙绝伦，影响颇大，被众人称颂为在世活佛。女皇陛下若有心，可亲自派人前往。朕听说，那个五祖衣钵本来该是你的，却不知为何落到他人的手中。没想到你还是如此之贤明，不但不计前仇，反而举荐自己的对手。如我佛门弟子都能像你这样豁达，那天下芸芸众生恐怕都可度化了。阿弥陀佛，佛门弟子无关名利，为的是天下众生皆能普渡。来人，传朕旨意，在当阳山修建杜门寺，以表彰国师宽宏之德。是，陛下。阿弥陀佛，多谢女皇陛下。世界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吴大人。臣在。朕命你携诏，即可前往宝林寺，将这位高僧请入宫中奉养。臣遵旨。师父，外面又有僧徒和百姓远道而来，想要拜您为师。将他们一一引入大殿，我亲自询问。是，师父。请大家在此等候，一个一个随我进来面见师父。师兄，请随我来。多谢。弟子怀让，参见大师。阿弥陀佛。你从何而来？弟子从嵩山而来，是嵩山慧安大师命弟子前来拜慧能大师为师的。来之何物？说为物，并非合乎情理。莫非你有词加以修正？修正不敢言，唯有其不受污染罢了。此言甚好，让其物不受污染，这是我佛悉心加以维护的。既然如此，留下便是。多谢大师。这位师兄，请随我来。弟子行思前来求法问道，敢问大师，当作何物，既不落阶级？你以前做过什么的？可会功夫？圣地不曾修，何来阶级？不错不错。
如此。人之死生，变化无常，瞬息而已。我何必顾虑此事？你既虑生死，何不取不生不灭之道，可消除人间烦恼。大道虽不生不灭，万物也无素可言。此言妙矣。多谢大师指点，贫僧告辞。既然来此，何不留宿一晚，免得行路匆忙。多谢大师，贫僧恭敬不如从命。弟子神会拜见六祖。你千里迢迢来到我宝莲寺，可有助其根本？若有，何为其主？无助以为本，见便是主。看你年幼，尚且原谅你草率之言。师父坐禅，见是不见。我打你3下，你痛还是不痛？弟子感觉痛，亦不痛。吾亦见亦不见，吾之所见乃吾之所过，吾之不见乃是他人是非好恶，故而亦见亦不见。若你痛亦不痛，你若说不痛，就形同木石一般毫无知觉；若痛，则和凡夫俗子无异，也会心生怨愤。见亦不见，乃两边的执着；痛亦不痛，乃生灭之相。多谢师父教诲，弟子谨记。众位弟子，大家学佛求法，切莫过于执着，要懂得一行三昧之法。佛法本身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中发生的，大家要谨记，明心见性。我希望大家能够懂得这门禅法，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念念之中不思前进，于一切境界中不被束缚。是师父。法海师兄，你这是在写什么呀？师父妙语，我要将师父所有言论通通记录下来。师兄，师父的所有言论，你怎么能记得周全？有让师弟也帮帮你可好？那就多谢神会师弟了。恭迎国师回寺。阿弥陀佛。众位弟子，且随我进去吧。是师父。师父多次奉诏入京，而今更是被当今女皇陛下器重，而奉为国师。这次回玉泉寺一趟，也是大为隆重气派。师父真乃我朝第一高僧啊！高僧愧不敢当，六祖慧能得弘忍大师衣钵，乃真正高僧也。其顿悟禅法，更是精妙绝伦。师父，他那顿悟，怎比得上您的剑舞更让人心领神会呢？更何况，他一剑南蛮阁僚，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怎能和国师相提并论呢？他得无师志，
身悟上圣，又得五祖法医相传，这一切并非突然，还望众弟子们虚心向学才是。之后，为师可能要常年在宫中弘法，1年半载也难得回这玉泉寺来，不能为尔等讲经说法。慧能大师他慧根至深，还望汝等前往曹溪参决。反正我不去。师父，弟子们听闻，从东山前来向您求教的僧人说，昔日弘忍法师一钵本非您莫属，却不想被那阁僚给骗了去。到如今，师父不但不记恨他，反而向众位弟子大力推崇他，并要我等去参拜他，这是为何呀？慧能大师的慧根在我之上，昔日他所做的偈子也深得五祖赞赏。依我看来，他那首偈子确实高妙绝伦。五祖将衣钵授予他，无话可说。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因此，就更应该潜心修佛，怎可怀恨在心，去加害他人？普度众生，责任重大。那衣钵不过表心，何足挂齿？慧能大师能有今日成就，也并非偶然，却属他明心见性，参禅悟道，而且道法玄妙。若不是我脱不开身，恨不得能亲自前往啊！师父，既然您这样推崇慧能大师，那么弟子想亲自去到曹溪参拜那六祖，我倒要看看他有何本事，让师父您谦虚如此。志诚啊，你此去定然要好好向慧能大师求教，不可傲慢无礼，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目中无人。你且谨记，慧能大师乃禅门一代六祖，我们应以禅门最高的礼仪前去参拜他。什么？卢慧能居然还尚在人间？是啊，弟子在玉泉寺向神秀大师求法的时候，偶然听到玉泉寺弟子们议论，后来我才知道，慧能师兄不但没死，在岭南一带还声名大振呢。范真，请你给诸位解释一下，那卢慧能为何还在人间？住持息怒，住持息怒！昔日弟子纵火烧山之时，那卢慧能的确在山中，而且弟子也亲眼看着那卢慧能被大火包围，方才离开的。也许是佛祖庇佑，他才能逃过此劫。范真呐，你竟然还敢狡辩！啊！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弟子以为那卢慧能现在已经被尊为六祖，他也在教化一方众生，此乃行善积德之事。他活在世上，也是为这世间造福。我们何必再去追杀他呢？给我闭嘴！我罚你闭门思过1个月，不准踏出禅房半步。多谢住持，多谢住持。
大家在此好好的诵经，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这个法门从一实相般若，能生出84000种智能。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世人有84000种烦恼，如果能脱离此烦恼的覆盖，便能时常现起般若智能。能够悟得此法门的人，自然没有妄念，没有思想。法海师兄，不起狂妄颠倒，可有名号？随缘应用真如自性，以般若智能来关照世经。对于一切，不曾想师父的一言一行都饱含高深妙论。这就是见性成佛。那我们要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才好。何人敢如此在六祖大师的讲坛上放肆狂笑？弟子至诚，乃玉泉寺住持，也就是当今国师神秀大师门下弟子。师父常在弟子跟前夸赞慧能大师讲法有道，悟性极高。贫僧今日特来参拜求教。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我看你是对贫僧有所不满。的确，如大师方才所言，明心见性即是佛。如此说来，人人便可成佛，人人便可羽化登仙。敢问，既然如此，那要我等苦心修禅，静心打坐，他人一朝便可成佛，而我等众位弟子几十年打坐，却难得成佛。如此一来，岂不可笑之极？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贫僧法号至诚。至诚，我看你是志不坚，心不诚。何为至诚？若想成佛，是在难上加难。你这和尚口出狂言！若按师父教导，静心打坐，他日定可成佛。那我便问你，你在师父处学到了什么？师父常常教导众位弟子，要定心打坐，使成无念状态，要常习静坐而少卧。神秀大师乃是我禅门一代高僧，我并非想说他的方式不正确，只是觉得长时间的静坐只会拘束自身，并非真正领悟。听我说记，在世常坐而不卧，死后常卧而不坐，这只是区区一具臭骨头，何来什么功德可言？弟子跟随神秀大师学道9年，不能弃悟佛法。今日听大师一席话，已经契合本心，有所领悟。弟子觉得生死事大，世事无常，还望大师慈悲，再给弟子指点迷津。我听说神秀大师常以戒定慧来教学世人，但是不明何为戒定慧，请你道来。师父常说，做戒乃一切恶事不去做，做慧乃奉行一切善事，做定乃为自己清净自己的心意，此乃师父教诲。不知大师是用何法来教诲学人呢？若我说我有佛法教给你，那便是欺骗于你。我不过是方便帮助大家解除执念束缚，假托三昧之名。至于神秀大师的戒定慧，我却有不同见解。愿闻其详。神秀大师的戒定慧是接引大乘人，而我的戒定慧是接引上乘人。人的理解领悟能力有所差别，他见性就有持素的差异。我所言之法，不离自性，脱离自性，便不是真法。若离开自性说法，诸法皆作着相说法，但自性
就易被迷惑。万法皆是从自性而起相用。理解见性的人，听我说记：心若无过，便是自性戒；心若无痴念，便是自性慧；心若无散乱，便是自性定。这便是我的戒定慧。心若无散乱，便是自性定。不增不减的自性坚如金刚，自身来去自如，皆本于三昧。多谢大师指点。贫僧也有一计：五蕴假合，成幻化身。既是幻化，怎会究竟？即使回向，真如自性。倘有着法，还是不净。神秀大师的戒定慧是劝小根智人，而我的戒定慧却是劝大根智人。若能悟得自性，就不必建立菩提涅槃，亦不必建立解脱之见了。要到无有一法可得的境界，才能建立万法。若能领会此理，便叫做佛身，也叫做菩提涅槃、解脱之见。已经见性的人，要建立佛法名称也可以，不建立也可以。来去自由，无所挚爱。当用之时，随缘作用；当说之时，随缘应答。普现一切化身，而不离自性。这样便可得自在神通和游戏三昧，这便是见性。不利，又为何呢？自性没有一念过非，也没有一念痴迷，没有一念散乱。如果念念都能用智能来关照自心本性，常离一切法的形象执着，就能自由自在，纵横三际十方，能够悠然自得。还有什么需要建立的呢？自性要靠自己觉悟，顿时开悟，顿时修正，并没有一个渐进的次序，所以不必建立一切法。一切诸法本来常自寂灭，还要建立什么次第呢？慧能大师真是名不虚传，弟子受教了。弟子愿入宝林，同大师一同学法，朝夕不离，还望大师成全。阿弥陀佛，你若有心，自然欢迎。只是你若留在此处，不回玉泉寺，恐有不妥。大师放心，正是神秀大师命我等来投奔大师门下的，还望大师成全。阿弥陀佛，神秀大师真乃是虚怀若谷，早就闻得他今日成就，实在可喜可贺。只是当日我本无意与他争夺，不想他居然能有此等胸怀，真乃我佛门大幸。想他早已参透这门禅关，贫僧也觉得宽慰了许多。神秀大师每每提及慧能大师，总是赞不绝口，从未有过一丝怨恨。即使弟子们从中挑拨，师父他也无动于衷，依旧十分推崇慧能大师高深的佛法。阿弥陀佛，此乃真佛也。
着刀。老和尚，你可知道我今天是来杀你的？你居然还双手把刀奉还给我，岂不是自寻死路吗？我只想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什么屠刀？成什么狗屁佛？爷我不稀罕。现在这世道，有钱就是爷。你知道，我今天把你杀了，我能得到多少重金吗？看来你是为钱财而来，那我就和你打个赌，你若是杀了我，桌上的金子你全都可以带走；若是你杀不了我，你留在我门下，潜心思过，如何？老和尚，如果我能把你杀死，桌上这些金子全都是我的。此话当真？你不还手？我答应你，我不还手。若是你输了，就留在我门下，潜心思过。好，我答应你。施主，动手吧。阿弥陀佛，相信你还会再回来的，你我注定有师徒之缘。哎，你们听说没有？咱们以前那个慧能师弟啊，已经被尊为六祖了，而且在岭南一带，那可是声名大振呐。是啊，想当初我们还和六祖一同在厨房待过，真是倍感荣幸啊！二位师兄，此言差矣啊。要说是荣幸啊，莫过于我们的隐空住持了。隐空住持打小便和慧能师弟一起长大，而且自从来到寺中后，慧能师弟也是处处为隐空住持着想。要说慧能师弟对人最好的，也就属隐空住持了。而且慧能师弟呢，他做了好事，也总是不让人知道。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香客故意为难隐空住持，后来慧能师弟呢，就私下里找他谈，还被那香客打了一顿。可也奇了怪了，那个人后来居然被慧能师弟给教化了。慧能师弟可真是不同凡响。宁空师兄，那香客可有欺负你啊？没有。哎，慧能，你的脸是怎么了？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替你找人算账去。没有，我刚才舂米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下来了。当初慧能师弟不仅帮我摘花祭拜我娘，而且还为了给住持治疗咳嗽，不惜悬崖采药。要知道啊，当时慧能师弟他也是身负重伤啊。我说过，我不想见你，你走吧。宁空师兄，我给你熬了药，这药啊，对恢复体质特别有帮助，你赶快趁热喝吧。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滚！可不是嘛，那么珍贵的一碗药就被隐空住持给洒了。
要知道慧能师弟，他自己都没舍得喝，特意给隐空主持端过去的。哎，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看来隐空主持对慧能师弟的误会真的是太深了。是啊，是这样啊。哎，是谁在后面偷听啊？刚才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主持人，千真万确。主持人，慧能师弟，他真的是一心为了你呀。我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如今这厨房就剩下你们3人了，我感激不尽。这么多年，辛苦你们了。主持，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3个应该做的。如今天气转凉了，你们要多注意身子啊。哎，是。主持，您放心吧，我们是绝对不会离开东山寺的。师兄啊，可有觉得主持的背影似乎有些沧桑啊？这些年主持撑起这个东山寺，也真是不容易啊。薛将军，请在此等候。国师，薛将军到。末将拜见国师。薛将军，贫僧有礼了。莫非是陛下又要召见老衲？好，非也。此次前来，是末将要向国师求教。哦，薛将军可有何疑难？不知这求佛可有何法？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我常常指挥大众，要助心观静，常坐不卧，以此来平复心境，从而转向言佛。薛将军不妨一试。多谢国师教诲。此疑虽解，但是末将仍是忧心不已。不知中书令大人，此次能否把慧能大师请出？国师您也知道，您是我们千请万请才请出来的。您说慧能大师的道法比您更加高深，想必请他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他若是不来，我明白；他若是来，我亦明白。请国师赐教，何谓来不来都明白，末将确实不明白。薛将军，有机会定然要前去拜见慧能大师。你若见了他，自然就明白。多谢国师指点，有朝一日，末将定会去拜见这位大师。阿弥陀佛。什么？
张行昌厮杀失败，还请主持稍安勿躁啊！弟子可再想办法让张行昌继续刺杀卢慧能。罢了。此次我便要亲自前往，一来可以看看那卢慧能的道法到底如何，是否像传言那样深不可测；二来定要将衣钵夺回。主持，这可不妥吧？我们东山寺可不能一日没有住持啊！行了，你不用劝了。我意已决，倘若我这次回不来，你们要好好的辅佐樊真。樊真这些年恶行已经被磨除，想必他日后定能将东山发扬光大。阿弥陀佛，主持真是用心良苦，不过还请主持一定要平安回来。行了，你去帮我收拾一下，我择日动身。是，主持。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六祖慧能大师师承黄梅东山五祖，皆得依法，现为六祖，道法高深，自成一派南方顿悟禅门，深得岭南百姓爱戴。朕甚是欣慰，今特封为国师，即刻入京，接受供奉。钦此。大师还不接旨？请恕贫僧不能接旨。大师，可听清我刚才所念呢？贫僧已听清，只是我年老病衰，恕我不能从命。北方有神秀和惠安大师在弘法，五祖曾嘱托我来南方弘法，贫僧自当谨遵师父遗训，留在南方弘法。大师谨遵先师遗命，不为名利，本官甚是欣慰。然而作为国师，不是更能普度芸芸众生，更利于大师弘法吗？有所为而为，实不合贫僧法旨，故而贫僧不会去的。大师，难道就不怕女皇陛下怪罪于你吗？道由心悟，非一问一答所能明了。陛下乃一朝天子，我相信他自然会明谕事理。大师真是为难本官了，这样本官如何回去复命啊？说法者无法可说，便不必再说。陛下若是明了，我便不必再去；陛下若是不明了，即便我去了，也是毫无意义的。大师话语蕴含禅机，本官难以理解，只能以此言语回复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若明白，他不必来；我若不明白，他来无益。朕明白了。来人，朕要褒奖慧能大师。吴大人，劳你再跑一趟宝林寺吧。是，陛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师以道气无为，德光先圣，入大成之顿教，表无相之真宗，继而名震十方，声誉四海，万机无恼，八十俱安，功超解脱之门，新正菩提之序。朕已身居极位，世纪凡间，空披顶戴之城，宁享醍醐之位，恨不能屈陪下位，
侧凤灵音，轻求出离之源，高布妙峰之顶，施以弘扬之内，大济群生，横舟济于苦海之中，究沉溺于爱河之岸。今遣书舍人吴存颖，专持水晶钵盂一副，磨那袈裟一件，花缎袜一双，白毡2端，香茶5壶，钱300贯，前见武威，少身供养，以表朕之精诚。仍为韶州加以宣慰，务使宣凡4语，万岁通天元年敕。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慧能大师，接旨吧。谢大人。师兄，该喝药了。平心，扶我回房。好。师兄，你这是怎么了？不碍事的。可能是方才打坐的时间太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师兄，如今这6祖已经功成名就了，你又何苦天天为了他打坐祈福呢？我并非为他一人祈祷，我是为了这天下芸芸众生祈祷。我希望佛法能惠及更多的人，那样天下就太平了。我还是先扶您回房间吧。好。大师，昔日听闻大师曾在龙潭要龙入钵，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呀？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那潭中之怪常常危及曹溪的村民，我便将那龙潭以土埋之，以防日后多生祸端。大师真是功德无量啊！本官没能亲眼目睹，真是可惜。不过来日方长，改日本官一定再来这里聆听大师教诲。近日，这韶北一带遭遇100年一遇的大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本官要尽快回京，向陛下禀明此事。大师就不要再送了，就此留步。本官告辞。阿弥陀佛。平心，帮我倒杯水来吧。志略，你怎么小心？我不是跟平心说过我没事儿，让他不要去告诉你们，我过几日就好了。姑姑，你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二弟在你的祈祷下，现在已经名扬四海了。五湖四海来找他求佛的人可谓是数不胜数。来，你现在也应该放心了，千万别拖累了自己的身子呀。我哪有六祖那样可以点化世间的能力？我只能默默祈祷佛祖，保佑六祖能够早日将佛法弘扬光大，那样我的功德也算圆满了。姑姑，我明天去宝林寺和二弟在那里为姑姑祈祷，祝姑姑早日康复。志略，我不过是区区小病，怎可去叨扰六祖大师？他日理万机，我
我和这芸芸众生相比，真是微不足道，怎可因我一人之病，误了他一日之功德？不可，不可啊！阿弥陀佛。师父，言重了。我怎可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朋友于不顾？六祖，朋友生病，自当来探望才是。这里是你让六祖前来的吗？不是啊。我是不请自来。王师父，莫要怪罪。阿弥陀佛，六祖屈尊前来，凭你有失远迎啊。嗨，早知道二弟啊能这么快治好姑姑的病，我早就应该叫你过来了。有活佛前来，凭你不药而愈了。既然师父的病慢慢有所好转，应当要多出去走动才好。今日我们并非要说禅理道法，而是叙兄弟朋友之情谊。扶着师父出去晒晒太阳，想必师父的病情定会有所好转。